经常有的一个误解就是，如果我聘请或者是我委托了一个专业团队帮我管理的话，他们费用高是一点，或者是他们应该可以很准确性的知道几时进场、几时离场、几时做调整，让我把我的资产交托给一个专业的团队，我就可以不去理会。5年、10年回来去看我的那个表现，投资者本身他们自己都不了解自己可以承受风险的程度去到哪里。很多时候我们在说分散投资的时候，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定义啊。有些人说我投资一码股，我有买大型股，我有买中型股，我有买小型股，这已经是分散投资了。可是投资者不了解，风险来是不一样的层次。投资其实它难不是难在于你有没有时间去做分析，你懂不懂市场，因为你是用着自身的血汗钱去投资的时候呢，你的情绪稍微都会被影响的。嗨，你好，我是丽珍。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理财好好学。本节目是由 iFast 赞助播出。iFast 结合科技金融的财富管理平台，为你定制投资策略，让你把握投资先机。今天我们要聊的课题是全权委托投资组合管理服务。 DPMS 在欧美呢，基本上是已经相当受欢迎了，但在亚洲仍然处于一个初步的发展阶段。所谓的 DPMS就是客户将投资全权交由专家来处理，客户可以设定投资组合的目标、主题和风险，但具体的投资资产呢，都是交由我们的专家来做决定。专家在调整投资组合的时候，也不需要获得客户的同意。过去不少本地和亚洲的客户都倾向于自行的交易，或咨询银行顾问应该投资些什么。银行如果要调整客户的投资组合呢，必须先征询客户的同意，有时候会因为时间的问题而错失了交易的最佳时机。随着金融市场的波动越来越大，而且经济的周期越来越缩短，客户逐渐意识到把投资交给专业的人士打理呢，多数能够获得更加出色的回报。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到易丰集团的投资组合管理部助理总监 Jerry 李志勇一起，让我们来了解全权委托投资组合管理服务，它究竟是如何帮助我们实现最高效益的投资模式，又或者是否会陷入管理的这个陷阱呢？我们欢迎 Jerry。Hello Jenny， 你好。好，Jerry， 有想问一下，这样子的服务，其实在马来西亚应该是算蛮新的，对吗？然后它到底怎么操作的呢？过去好像我看到新加坡是蛮多银行都有在做这样的一个服务，可是马来西亚银行似乎还没见到。OK， 所以其实我们先看这一个词汇“全权委托投资组合管理服务”。其实，在英文我们有几个说法，其中一个说法是 DPMS， 刚才你所提到的 Discretionary Portfolio Management Service，然后有一些平台呢，它也会称它为 Managed Portfolio， 就叫做 MP 嘛。所以其实你看这个服务哦，它的操作就是投资者呢其实是委托一个专业的团队去帮他们做管理他们的投资，比如说从资产分配啦，到你的那一个区域的分配。比如说今天我决定了50%在债券，50%在那个equities 里面，接着下来呢，我要如何去分配？比如说在股市方面，我如何去再进一步的去分配？比如说多少在欧美啦，多少在亚洲啦，所以这些投资决定呢，都是由一个团队帮投资者去做决定的。其实你看这一个词汇 manage portfolio， 为什么说本地的投资者会觉得它算是蛮新的？因为其实在可能过去的10至15年内，这个服务大部分是银行或者是一些基金公司，他们提供给那些我们所谓的 high net worth investor， 所谓的高净值投资者的一个服务。所以对普罗大众而言，它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普遍。所以可是如果我们看过去的5年至8年左右，尤其是在2017、18年过后，当这个金融科技金融这一块开始普及化过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平台他们开始推出类似
我们所谓的 manage portfolio 或者是 DPMS 的一个 concept。比如说投资者只需要去做决定，今天我的那个可以承受的风险，比如说我是比较积极的投资者，我可以比较承受高风险的那个投资产品的话，我决定了这个产品过后呢，我买入进这个产品之后的一些投资决策呢，都是由平台去做决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其实在过去的5年到8年，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蛮普及化的，只是说可能有些投资者还是倾向于比较传统的投资产品的话呢，可能他们没有接触到这一些比较所谓的 fintech solution， 他们就比较错失了这一块的那个资讯。那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其实在马来西亚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只是过去可能是比较属于我们说富人的一些投资方案这样子，然后近期就开始转到我们平民百姓也有机会接触得到。那平民百姓在接触到这样子的投资服务的时候，其实他应该考虑到哪一些因素呢？其实有3点是我们觉得投资者应该要去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你所委托这个团队投资的那一个区域的一个领域，因为其实每一个投资组合，它投资于的资产，它投资于的地方都不一样。有些投资组合呢，它只是专门投资于比如说先进国，我们所谓的 developed market。有些投资组合只是投资于亚洲，所以那个投资的那个区域是投资者必须要清楚了解的。他们必须要去清楚了解他们委托给这一个专业团队投资的领域是在哪里，投资的区域是在哪里，这个是第一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投资者的一个，我可以说是一个misconception， 他们会觉得今天只要我把我的资产交托给一个专业的团队，我就可以不去理会，我就可以安心的过我的日子，然后5年10年回来去看我的那个表现。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投资之前投资者没有做足的一个功课，就是没有去了解该产品投资的地方是在哪里，该产品的投资理念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投资的这个领域里面，其实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我们所谓的决策那个投资决策。比如说有些人说我是比较 fundamental 的，我是比较 value driven 的，然后有一些投资平台他们是比较技术性的，比如说我们所谓的 technical， 所谓的比较 technical analysis， 比较 momentum driven 的。每一个投资策略它可以给投资者带来的那一个回酬跟风险其实是不一样，投资者能不能接受这样的风险，其实是他们需要去做评估的，去明白他们的投资策略，明白他们的投资理念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第二点是投资者应该要去注意的是，在过往这一些投资策略的表现如何。很多时候投资者在检视那个投资表现的时候，他们只会看 absolute return， 就是说2018年你给了我 20%， 你是好，然后2022年你跌了一个 10%， 你是不好。但是很多时候去评估一个投资产品好或不好，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对比于那个基准，就是我们所谓的 benchmark。因为 let's say如果在刚才我们所提到2020年大势其实是给了投资者一个 25% 的回酬，但是你的产品只给你 20%， 其实它是跑输大势哦。然后在2022年，如果说大势其实是亏了一个 20%， 你的投资产品只亏了一个 10%， 其实它是跑赢大势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所谓的 comparison， 这样子的一个对比呢，其实是蛮重要的。很多投资者在对比表现的时候只是看 absolute return， 所以那一个是第二点投资者需要去注意的。第三点其实是那一个费用。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不一样的产品，很多不一样的投资组合，它所征收的费用其实是不一样。投资者应该去了解从 A 到 Z这一个投资产品到底会征收我什么样的一个费用。这样你谈到费用的话，基本上因为会不会是给富人，因为他给的投资额比较大，所以费用比较低，然后平民百姓可能要给的费用也比较高，那到最后其实我们要投资的那个回酬就变成相对的低，还是其实用这种全权委托投资组合的话，它到最后的回酬其实还是相当亮眼的呢？ OK， 所以我们谈及费用的确你在整体的这一个投资领域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如果你的投资额大的话，你给的费用相对于会比较低。
如果你的投资额小的话，你给的费用相对于的会比较高，这个其实是很难免的。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上很多的不一样的平台都会征收这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费用的那个价格表，所以对投资者而言，其实他们需要去了解几样。所以最为关键点的是那个一次性的费用。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我还没进行投资之前，很多平台都会征收一次性的费用。如果你给那个平台一次性的费用是高于3%或以上的话，很难免的，其实你的长期表现会被影响。因为试想想，今天如果我投资一个1000块，5%那个4%或5%已经给予费用了，在1年或2年内，这一个投资产品必须要给予20至20多%，我平均1年才可以有7到8%的回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投资者必须要是很去focus 去注意一下、留意一下那一个一次性的费用到底那个平台征收了多少，这个其实是普遍会投资者需要去注意的。第二个是管理费。其实管理费也是蛮重要的，因为有些平台的管理费可能会高达2%、3%，所以这一个也是会影响，因为管理费是每1年征收的。如果平台征收你一个3%的管理费，就是说你每1年其实他每1年需要给予10至10多%的回抽，你才有接近7、8%的我们所谓的净回抽。所以这些都是投资者可能需要去留意的。跟还有一点就是，当他们做那个投资组合调整的时候，他是否又征收你费用？所以投资者很多时候他们可能有一些广告啊，还是可能有一些我们所看到的表面看到的可能费用是2%、3%，可是在底层一点，我调整的时候我又征收你费用，然后又有一次性的费用，又有管理费用，你把所有的费用加起来的话，可能它就是一大笔了。这些管理费用长期而言对投资者的投资组合的表现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如果你给予的很高的费用的话，其实难免你会看到你的长期回酬会被影响。我常常听到就是身边的人说，其实给费用不是一个大问题，最主要是回抽嘛。如果你的回抽是有，比方说1年20%或者30%，我不介意给一个5%。可是现在好像来到了这个趋势是 FinTech， 我们就是科技金融，已经是越来越普及化，所以大家对于费用的这个可能敏感度也越来越高，这样子啦。你觉得啦，如果for 一个全权管理的这个投资组合，到底它是需要它的比较理想的费用，其实应该介于哪里这样子？因为我相信在外国，其实很多时候一次性费用已经是全免了嘛， 对不对？只是马来西亚还是有在给这样子的一个费用，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专家，你们到底是对于所谓的管理费用啊、一次性费用啊，你们给予一个建议，大概是多少是一个合理价呢？你说的没错，其实你看，如果比如说在新加坡啊、欧美国家啊，其实他们已经没有在征收一次性费用。可是你回到来马来西亚的话，你看，比如说一些投资者投资于基金的话，他们还在给这5到5.5%的一次性费用。所以其实你看这一个，好像我刚才所提到的，它的确会影响投资者的回酬。而我们其实很建议投资者对费用其实有时候稍微需要敏感一点点。敏感的那个程度是在于你要去清楚的了解，你给了这个费用，你得到的价值是什么。如果说今天我雇佣一个投资顾问来帮我管理，来帮我打理我的那个财务方面的东西的话，所以他做的是比较一个我们所谓的全面性的一个管理。如果我给一个3%的费用，那个其实是合理的，因为他其实帮你做的不仅仅是在投资，他是帮你做全面性的财务管理。可是如果你今天你只是给一个 let's say 我们只是给一个agent 5%去购买一个基金，那其实这一个就不大合理化了。因为你试想想，其实如果我今天去一个平台，我可以以1%就可以购买基金了，1%的那个我们所谓的一次性费用就可以购买到基金了。那为何我要去给5%去购买另外一个基金？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你普遍上你所有的投资产品，我们说受管理的投资产品啊，它的年度回酬其实不会差得太远。我们可以看，比如说我们说股票市场。长期而言，股票市场平均每年的那个回酬大概是介于10到12%，
如果说债券的那个基金或者债券投资的话，平均回头大概是要4到5%。所以说，如果我购买的都是一样是股票型的基金，那可是这一边我给5%，那一边我给1%，其实它的回酬的那个幅度，那个幅度其实不会差得太远，但是你给的费用就差了一个4到5%的那个幅度，所以这一个其实是投资者需要去稍微去注意一点的。好，我们谈了那么多费用嘛，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所谓的这个全投资组合的方案啊。基本上如果我们要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投资，那我要怎么去做选择呢？是不是你们会因每个投资者不同，然后设定新的一个投资方案，还是其实你们已经有一些现有的，然后让一些顾客参考，然后能够直接入场这样子呢？是在投资者还没开始进行投资之前呢，他们必须要去做他们那个风险评估，我们必须要去做所谓的 risk profiling。每个投资者都需要去回答一系列的问题，去了解他们可以承受风险的那个程度。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当你去问一个投资者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承受风险？大部分的人都告诉你可以啊，没问题的，我可以承受风险。但是当事情往糟糕的方面发展的时候，当市场下跌20%、下跌30%的时候，那个所谓很积极型的投资者，他突然间变得很防守型了。所以很多时候这一个东西是投资者本身他们自己都不了解自己可以承受风险的程度去到哪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还没进行投资之前呢，会让投资者去回答一系列的问题，让他们去了解自己可以承受风险的那个程度，然后过后呢，我们再让投资者去决定，今天我是比较积极型的，所以我选的投资组合可能是有70%在股票型的那一个产品，有30%在债券型的产品。那过后呢，可能投资者还要去做决定的是，今天我所投资的那个投资额几大？因为其实如果今天投资者投资的是比较大的话，我们可以帮他们去做量身定造的投资组合。可能 let's say， 因为有很多投资者，他们其实有在不一样的平台啊、不一样的银行啊，都有着一定的投资，可能他来到我们平台说，今天我要在易丰这里投资的是比较属于科技型，然后比较属于亚洲的科技型的投资产品，我们也可以去设定这样子的一个投资产品，但是那个前提就是，如果投资者要去做一个量身定做的投资组合的话，那个投资当然的是需要比较稍微的大一些些，又来到是富人才有的一个量身定造啦哈。因为我们处在一个经济体系，就是你的 resources， 你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当你需要量身定造某些产品的时候，那一个投资额就需要稍微的大一些些。那比方说我们开始说的是富人有量身定造啊，那我们平民百姓呢，如果我们要开始这样子的一个投资，我们大概是能够以怎样的方式开始？普罗大众而言呢，我们所提供的是现有的一个投资组合，所以在我们的现有的投资组合，其实我们已经做了蛮多的不一样层次的那个分散投资。很多时候我们在说分散投资的时候，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定义啊。有些人说我投资一码股，我有买大型股，我有买中型股，我有买小型股，这已经是分散投资了。可是很多时候投资者不了解，风险来是不一样的层次。你虽然说你已经分散了去大型股、中型股、小型股，分散了去不一样的领域，我有基金领域，我有科技领域，我有金融领域，但是其实你的风险还是很集中于马来西亚市场。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分散投资的时候，我们现有的投资组合啊，除了在那个资产方面我们做了分散投资，基金那个债券型的基金跟股票型的基金，在资产以内，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股票型基金以内，我们还在分散投资于美国市场啊、欧美市场啊、中国市场啊、亚洲市场，所以这一些它的那个资产的相关性相对于比较低的话呢，它可以为投资者带来再来风险低一点点，可是回酬又没有被影响到的一个层次的分散投资。也就是说风险管理会比较理想。对对对，因为很多时候投资者认为的分散投资跟他们真正需要去对他们的投资组合进行的分散投资，其实是有一定的那个差距啊。
我觉得也让投资者有一个想法，就是分散投资不止于不同的行业，也不同的国家，甚至是可能现在科技，我们也不能够把所有的钱都放进不同国家的科技，我们应该更加的分散，那我们的投资组合才会比较健全这样子啦。对。那 Jerry，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全权委托投资组合嘛，和一般的，如果我是一个投资老手，然后我想要自己去管理，然后就是我自己都会买股票，我自己也会买基金，我任何的投资产品我都会，那我还需要你们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对对对，因为很多时候呢，尤其是因为我们身为平台嘛，就是我们也有接触很多所谓的散户投资者啊，也是有一些经验老道的投资者啊，我投资了20-30年为什么我还需要一个团队帮我去做管理？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的经常有的一个误解就是，如果我聘请或者是我委托了一个专业团队帮我管理的话，费用太高了，费用高是一点，或者是他们应该可以很准确性的知道几时进场、几时离场、几时做调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理智一点点的去看待每一样东西。虽然说很多专业团队有在做分析，他们都是他们的职业去做市场的分析所谓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尤其是我们不用看10年20年，就以过去的3年来看的话，其中一个例子啊，过去3年不要3年，1年就好了。过去1年年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其实很多经济师都说了，今年美联储会减息5到6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5个月下来，就短短的5个月时间，每个人的预测都开始改变了，从一开始的6次变，现在只剩下1次到2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其实在我们做投资，在做经济分析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概率上的问题。而真正可以帮到投资者，为投资者带来价值的是在情绪控制方面。我给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其实易丰我们在过去2年前2022的年尾，我们做了一个比较contrarian 的一个 call， 就是比较违反市场的一个投资建议吧。我们其实是已经我们发布了我们所有的一些报告啊，然后一些投资建议啊，是让投资者知道，其实接下来中国市场的前景可能会稍微的比较严峻一点点，可能稍微的比较有挑战性。如果投资者有投资于中国的话，他们可能可以开始减持中国市场的那个 exposure， 然后可以增持一些科技领域这样子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当你投资于一个产品、投资于一个领域过后呢，你总会有一些情绪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平台来看的话，其实大部分的投资者他们都会倾向于投资于亚洲跟中国市场。所以当我们传达了那个比较负面的那个我们所谓的对中国比较负面的前景的那一个报告过后呢，其实大部分的投资者他们都比较不愿意去减持中国，因为很多人开始有了那个情绪上的那个影响。虽然说理智上我知道我应该要减持，但是情绪上告诉我中国应该有机会，我不应该减持。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僵持底下很多投资者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大量的去减持中国的那一个 exposure。但是在我们的投资组合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在2022年年底呢，大量的去减持了我们中国的那个 exposure。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的东西是，这一些所谓的全权委托投资组合管理服务，它可以为投资者带来的就是帮你更理智化的去管理你的投资。很多时候我们说投资，其实它难不是难在于你有没有时间去做分析，你懂不懂市场，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你只要花一点点时间，你可以了解市场，你可以了解投资产品。但很多时候就算你很了解市场跟投资产品，因为你是用着自身的那个钱，而且是血汗钱去投资的时候呢，你的情绪稍微都会被影响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些投资组合可以给予投资者最大的价值，就是它帮你更理智化的去做所有的投资决定。
这个我就觉得还蛮赞同的，尤其是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就市场一直在变动这样子嘛。然后真的，如果你是自己的钱的时候，你就会比较 emotion， 就是比较情绪化，反而交给专业的人，因为他们就是需要去专业的去判断嘛。这样就来到一个点了。那你们通常是一个怎么去调整？就是你们有什么的 research data 回来，然后就告诉你们的团队，你们现在需要做调整了。其实通常会多久一次呢？或者是甚至你们在什么情况之下才会做调整？可能我先从我们怎样去创建我们的投资组合比较简略的概括。在易丰来说的话呢，我们做的投资那个资产的分配，我们其实过去我们是跟着 MSCI World GDP Weighted，MSCI World GDP Weighted 其实是我们的基准嘛，就是我们的 benchmark，所以我们其实都会去固定的都会有去回顾跟检视一下我们这些基准。然后其实最近呢，我们已经更换了我们的基准，从 MSCI World GDP Weighted 换去 MSCI World Index， 就是一个是比较take into consideration of 你的那个国家的经济的表现的，另外一个是跟着 market capitalization 的。所以我们现在的那个我们所谓的 top down 啊，我们怎样去创建我们的投资组合是跟着 MSCI World 那一个 Index。然后过后呢，其实我们是根据每一段时间每个经济体系的表现，那一个股票市场的盈利看涨还是看跌过接下去的2年3年，所以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投资决策。在易丰其实我们比较是所谓的价值投资者，我们没有真正的去分析所谓的技术分析啦、图表啊、短暂的一些进场出场啊，我们并不会做这样子的一个的部署。对于我们而言，很多时候我们看的更多的是价值。这个市场给予投资者的价值是什么？这个市场的长期趋势，哪一些领域可能在接下来的2年至3年有望跑赢大势的，所以我们就会去加持那一个领域，加持那个市场。所以简单的概括的话，就是说我们是比较属于价值投资，我们看很多经济的数据跟该股市的盈利趋势去做我们的投资决定。就讲的那么多嘛，就是其实你们在做调整的时候，你们都会用一些指标去做，好像感觉上都一直在听好的嘛。其实在这个全的委托投资组合，是不是也是有一些不好，然后可以让我们的投资者注意的呢？OK， 如果你说哪一些点是可能投资者需要去注意的，我觉得啊，很多时候投资者需要，我刚才所提到的一点就是，他们必须要去了解该产品的特质是什么。还有我刚才所说的，我们也有一些现有的投资组合可以让一些普罗大众去投资，但是比如说今天我已经有我本身的投资了，我的本身的投资可能已经是很倾向于先进国，很倾向于科技领域。今天我再买进去这个现有的投资组合的话呢，可能它也一样是很倾向于先进国，很倾向于科技领域的话，那我的整体投资组合就会变得我们所谓的 concentrated 你的风险稍微就会比较高了，它就没有办法为你量身定做。所以很多时候这一些点是投资者可能需要去注意的，这是一点了。第二点是，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价值投资，每一个好像我一开始有提到在投资的整个领域有很多不一样的投资策略。我们不能说每一个投资策略都是好的，因为每一个投资策略都有它可以表现得非常好的时期，可以表现得非常不好的时期。因为比如说我们做投资价值投资来说的话呢，并不是每一个时间点价值投资都可以去最大化投资者的回酬，因为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很有价值的领域或者是很有价值的国家，但是偏偏投资者不青睐于这个国家，那一个资金流没有流向这个国家，可能这是我们所谓的 value trap 价值陷阱。所以这个也是可能，如果我投资于这一个比较价值投资的投资组合的话呢，我会陷入的其中一点的陷阱可是这些点呢，都是那一个投资产品的特质啊。所以我说，投资者投资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清楚的了解我所投资的产品有怎样的特质，然后再去做我要做的那个投资决定。比如说，我已经有了很多倾向于价值投资的投资产品，可能我可以有一部分10%、5% of 我的那个资金去投资于一些比较技术性的投资产品。
所以还是资产分配方面啦。就如果你真的是想要让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portfolio manager 帮你去好好管理的话，你就先要去了解他们的主题，然后他们的风险。如果符合的话，费用也符合，然后主题也符合，他们的管理模式也符合的话，那可能你就可以增加一些在你的那个 portfolio 里面。如果你还是倾向于个人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是个价值投资这样子。好，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就是 Jerry 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全权委托投资组合管理服务的利与弊哦。以上节目是由 iFAST 赞助播出 ，iFAST 结合金融科技的财富管理平台，为你定制投资策略，让你把握投资先机。我们下期再见。